消费界的几个迷惑行为，宁愿付不起下个月房租，也要买昂贵的包包、手机，甚至刷爆信用卡四处贷款。消费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舒服，还是陷入窘境？看到明星网红穿某件衣服，用某套化妆品，就坚信一定是好的，闭眼都能入。消费决策是我们自主选择，还是受外界的影响？工作是为了消费，消费又助长了欲望，只好屈膝于老板的 CPU， 更加努力的工作。是我们占有了商品，还是商品奴役着我们？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借《制造消费者》这本书聊聊消费市场的前世今生，消费主义的幕后推手，以及消费性质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个世纪前，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缺什么买什么，人们都是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没吃的自己种粮食，没穿的自己缝制衣服，就连房子都是用石头粘土盖的。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产出很低，几乎没有剩余产品，因此不可能出现商业活动。另外受制于交通和运输条件，出行基本靠腿，条件好点的也就是马腿，所以大规模的货物流通也是不可能的。即便有物品交换，大多局限于小范围的熟人之间，所以当时的世界是由无数个固定且彼此孤立的小型社群构成的。就好比我跟王裁缝一个村，我用我种的小麦跟他换2尺布做衣服没问题，但你要让我背着粮食走10公里去其他村换，那我宁愿不穿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社群彼此间是没有什么交流的，现代概念的市场还尚未形成。到了19世纪，蒸汽机得以应用，工业时代解放了人类生产力，对市场兴起和商品普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距离已经不再是商品流通的阻碍了，商家可以通过火车把产品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大众手中。以前村里的人只能在王裁缝那做粗布麻衣，现在其他地方运来了棉布衣服，穿着舒服还好看，大家肯定就不在王裁缝那做衣服了。商品从只能在社群内部小范围交易，变成了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自给自足的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生产的本质就改变了，人们不再为自己生产，而是为世界生产，通过交换来实现对他人和社会的使用价值。以前我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现在是为了卖出去换钱，然后再买自己不能生产的其他商品。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同时生产跟消费的过程彻底分离了。如此一来，消费市场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也就诞生了。市场出现了，现实危机也出现了。你想啊，我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哪天施肥哪天除草都一清二楚。从王裁缝那做的衣服虽然刺挠，但至少也是真材实料，而现在的商品都是由天南地北的陌生人经过复杂的过程制造出来的。我不知道奶里是否加了3聚氰胺，猪肉里是否加了瘦肉精，物品不再是劳动的直接产物，人们对它们的生产环境、制作过程一无所知，也无法判断其成本、构造、原材料，只能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去理解它们。商品在橱窗里供人们挑选时，仿佛不属于任何社会网络，而是独立的存在着。它们在人们眼中变得越来越神秘，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败污。为了解决现实危机，大型公司开始在品牌上做文章，来引导消费者对商品的理解。比如 A 公司生产的衣服，我不了解肯定不会买，但如果品牌宣传这是英国皇室御用裁缝做的，我立马就抛弃了王裁缝。品牌用联想的方式对人们产生影响，它将一系列想法和价值纳入产品中，而这些想法和价值从本质上说与产品本身是不相干的。一个符号或者一句话就让离消费者很远的生产商有血有肉，让失去个性的工业化产品自成一格，也更助长了人们的败物情节。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作者唐斯莱特认为，商品败物的思想使交换价值不仅以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来决定，还掺杂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价值。市场
安在消费社会中写道：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和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短短的2个世纪，是消费市场和消费主义诞生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商品中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商业制造消费者的过程，是商品逐渐奴役消费者的过程。今天咱们回顾的这些，或许能让我们正视消费主义，成为消费市场的决策者，找到无需用暴力消费来维系的真正的宁静。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量黄金，第一批有冒险精神的淘金者马上赶过去，分了第一块蛋糕。其他年轻人看到这些成功案例，开始纠结起来。去吧，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淘到金子，何况金子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万一淘不到，不是白跑一趟吗？不去吧，可能错失一个机会，犹豫的时间越长，机会就越少。如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呢？有个年轻人，他去了，但他不是去淘金，而是把牛仔裤卖给淘金的人，赚了很多钱。你可能会觉得熟悉，没错，他就是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当然咱不是聊成功学，而是说同样一个问题，有些牛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会显得比较高端？我看到的只是去不去淘金，人家看到的是淘金背后的生态系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今天咱们就深度分析一下那些牛人在思考问题时用到的4种思维模型。如果思考仅停留在表面，就只是一个节点，没有深度，不够全面。思维应该是一个链条，从表面的一个点向上可以挖掘事物的根本原因，向下可以推断事物的发展结果。深度思维提到了5 why 和5 so 思考法，咱们来看一下。5 why 就是咱们对一个问题不断的追溯原因，直到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举个例子，一个博物馆东边的外墙腐蚀严重，需要经常刷漆。对于这个问题，张三觉得多刷几遍漆就好了，这就是停留在表面的思考。李四觉得得提出几个 why。第一个 why， 为什么这面墙腐蚀严重？结果是因为清洁工用了高腐蚀性的清洁剂。第二个 why， 为什么他会用高腐蚀的清洁剂？原来这面墙经常沾很多鸟粪。第三个 why， 为什么鸟喜欢在这儿拉屎？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蜘蛛，鸟以蜘蛛为食。第四个 why， 蜘蛛为什么偏爱这面墙？原来这面墙上有很多小虫子。第5个 why， 虫子又为什么喜欢待在这儿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窗户，博物馆里的光会透出去，虫子有趋光性。问完之后，咱们就知道光刷漆好像没用，还得给这些窗户加上窗帘才能解决问题。这里不是说非得问够5个 why 才行，当答案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比如你再问虫子为什么有趋光性，就不太合适了。另外，回答要往可控制的方向推进，避免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第3个答案是这里有蜘蛛，鸟以蜘蛛为食。第4个 why 就不能问为什么鸟吃蜘蛛，因为咱们控制不了。5 why 是向上追溯原因的过程，5 so 就是向下推断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像高手下棋一样，预判棋局很多步之后的走势。咱们把上面的例子反过来看，你要建一座博物馆，图纸显示东面的外墙有很多窗户，这个时候咱们可以预判日落之后这里可能会聚集很多虫子，接着吸引蜘蛛鸟类，残留的鸟粪必须要用高腐蚀的清洁剂，这样一来墙体就腐蚀严重了。预判之后我们可能会调整图纸或者准备预案。5 so 也不是说一定要向下推5级，每一级的概率有高有低，当概率低到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然后等待时间推进，让时间吞噬链条的前几级，从而使得后面几级的概率自动提高，再继续向后推论。文人看到日出会说一句日出雾露余，轻松如高木。理工男会想到地球又自转了一圈，我就不一样，回报院又得起来搬砖了。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避免视角单一，我们就得把自己抽离出来，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英国学者爱德华·德伯诺提出的6顶思维帽也是换位思考，但不是换成某一个人，而是换成了一个智囊团。白色帽子客观中立，只关注事实和数据；红色帽子感性直觉，凭兴趣和感情判断；黄色帽子积极乐观，充满希望，正面思考；黑色帽子否定质疑，谨慎小心，保守行事；绿色帽子创新思维，标新立异，天马行空；蓝色帽子全局分析，把控整个思考过程。在遇到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不敢轻易拍板的时候，就让这6顶帽子坐在一起开个会。初步提案阶段，蓝帽定义和描述问题，红帽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白帽列出数据，陈述事实。建设性思考阶段，黄帽提出方案，绿帽名字感觉怪怪的，补充并大胆寻求新的设想。蓝帽针对提案发问，黑帽识别风险，与黄帽、绿帽沟通风险应对，得出可行性结论。最后结论阶段，红帽观察感觉上的变化，黄帽陈述最终方案，蓝帽全面概括和总结。
思考问题时，帽子没有绝对的使用顺序，每一顶帽子可以多次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如果问题复杂，咱们最好找一张纸，把问题、风险、方案都列出来，这样便于理清思绪，避免大脑混乱。如何系统思考一书中概括了系统思考的4个特点：一、看到全貌而非局部；二、看到结构而非表象；三、看到变化而非静止；四、条理清晰而非杂乱。要形成系统思考模型，应该从3个维度入手：动态思考、深入思考、全面思考。动态思考从线性思考到闭环思考。在传统思维中，因果之间是线性作用的，即因产生果。但在系统思考中，因和果并不是绝对的，有可能是环性互动的，就是因会导致果，这个果又会是其他果的因。比如一个项目延期了，一般情况下咱们开始找原因，可能是项目需求变动，人手不足，效率低下，接着是加班追责来弥补项目延期带来的损失。但用动态思考，我们会发现加班会导致员工产生抵触情绪，加剧低效，追责导致员工流失，人手更不足了，如此一来，项目可能延期更久。在很多复杂的系统中，因与果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多环环相扣的闭合回路，这一回路相对隐蔽，不容易发现，我们可以借助因果回路图来辅助思考。深入思考从表面事件到系统结构。海面上的冰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或活动，比如咱们看到的新闻、刷的短视频等等，但可见的部分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大更复杂的部分都在海平面下，我们看不到。比如一个部门项目问题频出，责任追究下来，导致员工一个接一个离职，结果项目问题没解决，人员流失也成了问题。只看表面就会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深入思考需要我们从看到的表象更进一步思考个别事件背后反映的系统问题。员工只是整个项目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员工出错可能是员工问题，多个员工出错很可能是系统流程甚至管理者的问题。全面思考从本位局限到关照全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奥托夏默教授将复杂性问题分为3类，其中一类是社会性复杂，就是说问题本身从技术角度可能并不复杂，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如果只照顾一方，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新的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比如你的部门调整了工作流程，上下游部门可能就不愿意了，你一调整我们也得调整，不然对接会出现问题。平行部门觉得你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没准也会不开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思考可以用罗盘图来辅助，第一圈是问题，第2圈原因，第3圈结果，最外面是利益相关者，然后从内到外一层层的思考和解决。咱们跟人聊天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有些人思路清晰，语言逻辑性很强，听起来很轻松，还有一些人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没有什么主题，让人难以理解。举个例子，你是个店长，让2个店员想办法提高一下销售额。张三说，搞几场活动，可以推储值卡，送一些赠品，也可以推一些有竞争力的商品。李四说，可以从顾客、货品、营销3个方面着手。顾客方面，老顾客通过会员活动增加粘性，新顾客通过传单、短信等途径触达。货品方面，盘点商品，梳理层级，主推有竞争力的商品。营销方面，根据商品层级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其实2个人说的意思差别不大，但你会觉得张三就是个新手，没有条理。相反，你升职之后一定会提拔李四当店长。结构化思维就是从事物的结构层面出发，来引导思维和组织表达的思维模式。它可以让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更有逻辑，与人沟通时条理清晰，解决问题也更高效。培养结构化思维需要记住下面3个原则：一、主题明确，就像咱们上学那会儿写作文一样，先有个中心思想，这样不至于写着写着跑题了。大脑思考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焦点，就是你要给它发出指令，要想什么要做什么，不能是漫无目的的思维。思考要先有焦点，沟通要结论先行，做事要先确定目的。2、归纳分组，根据主题倒推出的想法和信息，进一步归纳分组，建立清晰的逻辑框架。比如上面提高销售的方案，李四分成顾客、货品、营销3个维度，这是空间上的逻辑框架。除此之外，还有时间上的框架，比如整个活动过程可以分为筹备阶段、执行阶段、复盘阶段。最后是程度框架，就是把很多想法按重要等级来分。3、逻辑递进，主题倒推出方案，方案可以继续倒推出具体的执行细节，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纵向层级之间有逻辑关系，横向同层之间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顾客和营销这2个维度，营销会针对老顾客制定不同的营销方案。经常网上购物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一些店铺给老顾客5块钱的优惠券，新顾客就是10块钱，杀熟手段玩得很溜。不知道小伙伴发现没，上面每个思维都分别参考了一本书，一共4本，看上去好像并不难，但真正应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还是很有挑战性的。有句很鸡血的话，思路决定出路，话糙理不糙。人和人的差距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因为思维上的差距。
好在思维是可以培养的，不断的刻意练习就可以提升思维认知，让咱们从淘金者变成那个卖牛仔裤的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职场中有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效率高就等于工作不饱和。所以上班那会儿，我养成了能磨叽绝不麻利的职场好习惯。现在自己做了，当然是搞钱要紧。为了提效，我又是开启多任务模式，一边写稿一边剪辑，再一边跟甲方扯皮，又是拉长工作时间，能多干半小时绝不早睡1分钟。最后我成功把自己的效率又降了一档。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看上去日理万机，实际上啥也没干的。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大家普遍容易陷入的低效误区，以及如何用偷懒的方式让效率翻一番，让时间多1倍。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可行吗？实际上大脑无法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只能一个一个的来。比如同时做 A、B 2件事儿，也是先处理 A 再处理 B， 然后又回过头来处理 A， 本质上跟做完了 A 再做 B 是没有区别的。倒不是大脑不给力啊，而是注意力不争气，因为它有2个缺点。首先是带宽不足，同一时间只能允许少量信息进入大脑，一旦超出负荷，就得把之前的信息清除后再重新写入。就好比你的电脑各项配置都拉满了，结果内存只有2个 G， 你干着急也打不了游戏。第二个是切换困难，当我们不停地切换任务时，比如从 A 切换到 B， 会残留一部分 A 继续占用我们的脑力资源，导致处理 B 的资源减少，这叫做注意残留。所以理论上每次切换效率都会降低一些。另外，大脑切换任务也需要消耗能量，而且一点也不比专注时低。切换的次数越多，等于是白白浪费的能量就越多。就像我妈经常说的，空调一开一关也费电，所以你就别开了。那死磕时间能弥补低效吗？你会发现专注1分钟很简单，但要专注1个小时就困难了。注意力系统有4个部分组成：中央执行模式、神游模式、过滤机制和切换机制。专注一件事儿实际上是开启了中央执行模式，这个时候过滤机制也在工作，避免外界信息的干扰，抑制跟当前任务无关的思维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过滤机制效用减弱，一些动静和念头就不受控制的流进大脑，你也从中央执行模式变成了神游模式，俗称走神儿。如果把大脑处理任务的过程看成是工厂生产的过程，咱们就知道该如何提效了。大脑就是工厂，注意力是大门，要做的事儿就是输送原材料的车辆。提高效率，我们不妨从这4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是调整大门的进出机制，只让原材料车辆进出。第二是安排人疏导交通，让大车、陌生车也能顺利进入。第三是统计每辆车的货量和速度，规划各自的进出时间。第四是定期检修工厂设备，让生产力始终保持高效。只要一项任务需要有意识的思维活动，都要经过理解、存储、调取、移植和决策5个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大量调用前额叶皮质，当然也需要大量消耗注意力等脑力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上午都坐在工位上或者教室里，屁股都没动一下，下午还是会犯困。所以优化注意力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减少耗能，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在工厂大门贴个告示，输送原材料的车可以进，其他闲杂车辆不能进。大家也能发现，即便我们没在工作学习，手机消息、娱乐节目、商业广告也无时无刻不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没办法，生物进化给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就这么多，远远跟不上信息爆炸的速度，所以不能雨露均沾，只能合理分配。关闭手机弹窗消息，刷的新闻不带入情绪，看的广告不纠结需不需要。也不是说完全屏蔽这些信息，只是少浏览、浅浏览，因为无处不在的被动关注才是注意力的最大黑洞。你可能会纳闷，刷手机不是休息吗？其实刷手机时大脑处于神游模式，可别小看这种漫无目的的状态，它的耗能占大脑总耗能的 60%到 80%， 比专注时还高，相当于是你什么都没干，大脑还在高速空转。第二个方法是注意力外包，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出去，帮大脑减负。就像老板的秘书、明星的经纪人、我们的清单，只需要把要做的事儿记下来就好了。当你的事儿比较多的时候，你去做其中一件，就会发现其他事儿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骚扰你一下，
这叫做侵入式思维，所以你很难保持100%的专注。现在把这些任务写下来，他们就不再占用你的脑力资源，一来排除了侵入式思维的干扰，二来也释放了有限的脑力空间，效率自然就提高了。除此之外，它还是咱们后面要提到的时间统筹的基础，这里就先卖个关子。碰到比较复杂或者需要创造力的工作，效率就由不得我们自己了。就像是工厂外来了一些大型车、陌生车，门小路绕，怎么都进不来。增加知识储备虽然能解决问题，但学知识毕竟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扩门修路怎么也得10天半月，对吧？当下问题要当下解决的话，咱们就得找找捷径，安排个指挥员疏导交通。有序这本书称之为训练信息素养，就是面对一个问题，你不需要把所有相关的知识都学会，而是有快速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举个例子，谷歌面试员工喜欢问一些奇葩问题，帝国大厦的重量是多少？咱总不能先去学建筑学知识，再去帝国大厦测量吧。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答案，而是解题思路，就是得清楚需要获取哪些关键信息，这就是信息素养。它的关键是学会发现并使用有效工具，及时打破信息差。以前我写稿思维枯竭的时候，就只能坐那干耗着，而且是越急越憋不出来。但有一次我用了 AI 后，才发现自己走了太多弯路，很多问题真的有一步到位的捷径，通过搜索就可以立马得到想要的答案。像平常那些超出认知范围的、需要创造性思维的、自己做太耗时的事情，都可以交给 AI。我们只需要判断获取信息的相关性和专业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方案就可以了。当有了一定的信息素养，你会发现它就像杠杆一样，那些原本比较困难的事儿，咱们也能轻松驾驭，而且效率很高。时间统筹应该怎么做？先给大家介绍一位大神刘比歇夫。他有多牛呢？一生发表了70多篇学术著作，包括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农业、遗传学、进化论等，各种论文专著500多印章，相当于12500页打字稿，搜集昆虫标本13000只，一个人收集的材料是整个动物研究所的5倍。就这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英语、俄语和法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都怀疑这老爷子是不是每天不吃饭、不睡觉，不停的工作。但事实上，人家每天睡10个小时，心情好了还去看戏剧、听音乐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独特的时间统筹方法。跟其他时间管理法又是长篇大论，又是借助工具不同，刘比歇夫的方法只有3步：记录、总结和决策。记录就是前面提到的清单，不过除了做的事情，还要把完成情况和所用的时长记下来。可不要小看这个流水账，用了之后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你管理时间，而不是让时间来管理你。什么时候做多久都由你决定，他抢到了一个掌控权。这个方法刘比歇夫坚持了56年，他甚至把吃饭、散步这些零散时间也做了记录。这样一来，所有时间都不会凭空消失，变成了什么都有迹可循。记录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刘比歇夫每周、每月、每年都会对每天的时间记录进行总结，然后根据任务性质分类，比如整体分成工作和休息，工作又分成主线和支线，最后再对重点工作进行细分。整理完之后，他就知道哪些事儿花费时间比较多，哪些事儿效率比较低，以此作为参考进行时间优化。决策是根据总结分析的结果，得出最高效也最适合自己的行为准则。刘比歇夫就根据各种事儿的特征见缝插针，比如散步的时候捕捉昆虫，在无聊的会议上算数学题，出差提前寄出大部头的书籍，就感觉他老人家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到了极致，而且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紧不慢，却又效率奇高。用这个方法来管理时间，我们就不用被时间追着跑，而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效率来分配任务和时间，最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慢慢优化。大脑这家伙吃软不吃硬，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它更容易接受，所以也更容易坚持下来，形成习惯。这里的深度休息并不是休息身体，而是休息大脑。再具体一点是休息前额叶皮质。前面也提到，有意识的思维活动都会大量使用前额叶皮质，所以只有让它深度休息，才能真正的恢复状态，保持高效。这里有2个方法。第一个，心流活动。心流其实是一个人高度专注某件事时的心理状态，就好比你打游戏太投入了，你以为只过了一会儿，结果抬头一看，天都黑了。心理学家发现，心流状态下，前额叶皮质的大部分活动会停止，只保留一小部分专注当下，所以耗能很低。另外，
在心流过程中，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内啡肽、去甲肾上腺素等激素，辅助提升状态。生活中容易带来心流的体验有3类：一、竞技类，比如下棋、打游戏或者一些竞技类运动；二、创造类，比如作曲、绘画、舞蹈、写作；三、眩晕类，比如游乐场里的一些刺激项目，过山车、大摆锤之类的。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为了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这些方法最好符合几个原则：一、一定是自己感兴趣的；二、开始前先清除一些干扰，比如手机铃声；三、稍微有些挑战，但又不至于太难；四、不要太耗费体力，不然大脑恢复了，身体又累了。第二个，正念呼吸。正念可以开启大脑的低耗能模式，还能帮你减轻压力，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困难，咱们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行了：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者躺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平稳的呼吸上。如果走神了，就以呼吸为锚点，在心里默数呼吸的次数，把思绪拉回来。每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刚开始坐不住也没关系，多试几次就习惯了。不过要注意，最好每天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这样大脑适应得更快。有时候我也纳闷，我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呢？又不是给别人打工，也没人催我赶进度。后来我发现，提高效率不是为了做更多事儿、挣更多钱，而是在完成必要的工作之后，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慢下来，去放松自己，去陪陪家人，去享受生活。所以提高效率不是为了快，而是为了慢。快只是过程，慢才是目的。当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体验慢的时候，再快也没有意义。最后，希望大家都能高效一点，也能慢一点。